新闻大白话，那么美国大选已经结束了，确定由川普当选。但是不管是拜登还是对川普，现在大陆似乎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那天看到的是在秘鲁的 APEC 高峰会将上演拜习告别会，有人说这很像是拜登的毕业旅行，因为拜登即将出席这秘鲁的 APEC 高峰会。那么拜习预计会在他们的首都利马来会面，这也是两个人最后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会晤，双方的外交团队已经在有细节来磋商了，但是具体的日期目前还没有对外告知。但有人就说，这拜习会看起来更像是告别会。外界预期呢，拜登两个人呢都想要从这一次的峰会向下一任的总统川普来表达中美关系的讯息。那么不止了这个 APEC 高峰会，包括了 G20， 拜登也有可能会去参加，而且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可能也会在这边进行双边会晤。巴西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里约的热内卢举办了 G20 峰会，拜登跟习近平都会确认出席。据了解，这两个人预计在里约的热内卢举行一个双边的会晤。那么大陆官媒呢，他们也透露了，你可以看到了，呼吁中美双方应该要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更说了，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这么宽广的地球，其实根本可以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似乎是说不要再打贸易战了啦。那么现在川普收到了习近平的贺电。那么对于大陆这边说了3句话是意味最深长的，有牛弹琴就发文了，很多话都是竞选语言，一切都有得谈。更焦虑的其实不是我们，是乌克兰，是日本、韩国，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当然还有我们的台湾地区。那么美国现在真的是会在对大陆增加关税吗？还记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直说要对大陆增加关税，那么预料可能还会再加税，所以现在东南亚迎来千场潮的商机。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直威胁说，他只要一上任就会增加中国的关税到60%，远高于他上次就任的7.5%到25%。对于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所以东南亚的分析师就表示了，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有许多的汽车跟电子产品的工厂，现在在东南亚因此而受惠。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也说了，川普如果征60%的关税，中国应对措施恐怕是有限的，因为2018年中美贸易战采取的绕道贸易跟货币贬值等措施，现在在处于房地产崩盘跟消费者信心疲软的中国，可能都是效果有限，所以可能要另外想办法了。那么川普上任如果真的加税的话，大陆外交部说贸易战其实是没有赢家的。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之外，也不利于全世界。那么川普当选，美中会怎么走下一步？人民日报说，应该要符合两国的利益稳定才行。当前的形势之下，两国的共同利益不减反增。那么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跟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那么现在就连新加坡都很关注了，因为川普要重新回到白宫。那么这个新加坡总理就说了，希望美中可以竞争又合作，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框架，让新加坡他们也愿意促成这样的关系。大陆现在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跟美国一样，是要拼经济了，化解地方债务将达45兆。大陆的全国人大常会批准了6兆人民币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自存存量的隐性债务，那么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化债举措。那么今年直接增加了地方化债资源，来到了10兆人民币。那么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还有相关税收的政策，最近也在陆续推出了。而现在中国可以说是3箭齐发，要化解地方的债务。那么外媒也在关注，他们说这是中国近年来最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之一，他们也希望来提振经济。路透社引述专家分析说，中国并没有释放全部的火力，要更了解美国新政府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他们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也就是他们也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么现在也有人讲到了川普风险。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型变数，也有分析师现在在担心了，川普可能实施的支出政策会让成长加速，跟通膨也会直线上升，迫使 FED 在未来数个月暂停升息。那么对于就业市场降温之际，推升陷入一个不景气的风险。
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这个拜登的毕业旅行将在这 APEC 峰会，在 G20 都要跟习近平来会面？就是见面打打招呼，恭喜他毕业，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是剩最后这1-2个月的时间，对，所以你能跟他达成什么承诺协议吗？没有意义啊。会不会其他国家不太买单他？所有人都不会买单他，因为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接受这些东西嘛。对，你川普上来，你要重新再谈一次，所以跟他没什么好谈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展现风度的时候，毕竟他现在还是当世第一大国的领袖嘛，所以就给他一点面子，就陪他聊聊天，陪老人家散散步，大概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不然还能谈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行礼如仪吧，也不会有什么重大，至少中美之间不会有。那反倒是大陆跟其他国家会有哪一些进展，我们大家再来看。那至于说川普上来到底会不会一定去做出他在选举里头所说的事情，其实目前没有人知道。我看搞不好川普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说变就变的人。然后他过去选举语言也有兑现承诺了，比如说他在墨西哥那边真的弄了个围墙，对不对？可是也有很多他说了一大堆，根本什么也没做。像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他当时第一次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要让那个日本每年负担80亿美元的军费，结果呢，在他任内，日本基本上没涨，他们就在谈而已。然后等他卸任了之后，拜登才谈成了每年增加大概1亿多美金，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他上来，他这次喊100亿，你觉得他一定做得到吗？我觉得也未必，因为日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跟他谈。所以我觉得川普是个商人，只要商人的原则是，反正我先开出价码来，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谈，就看你怎么讨价还价。所以我觉得大陆这边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对大陆来说，很多人说大陆会很怕，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为什么？因为4年前就跟川普交过手了。当时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你有看到中国大陆损失很大吗？美国自己的损失好像也不轻啊。这个就是大陆已经有个底气在这个地方。那再来呢？对大陆来说，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川普当选也好，贺锦丽当选也好，他心里也有数。美国始终都是要对付中国大陆的。那你说什么双方要追求共同利益什么的，我告诉你不会有这种事。美国基本上的原则就是，今天并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或其他什么状况会威胁到美国，不是这个意思啊。美国真正的意思就是我是世界霸主，我不容你挑战。你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已经威胁到我美国了，可能会动摇我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打下来。这个才是美国人心里头要说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对中国大陆的打压是绝对不会减低的，他一定会增加，只是他增加在哪一个方面，然后这样增加的结果是单纯只有中国大陆受害呢，还是美国要跟着一起受害呢？甚至全球的经济跟着一起被拖下水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未来要去观察的重点。那问题是，拜登，你看他上次讲得很严重，结果他实际上真正的关税最高只不过到25%，那他这一次喊出60%，甚至100%，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最夸张的时候，我要跟他征2000%的关税，那他做得到吗？我也不认为他做得到。所以这个未来就看双方如何去发展。那川普毕竟是一个不可测居多的人，那甚至他周边的这些，你看他现在最近正在找他的幕僚啊，很多人在预期谁会回去，谁会回来。大家不要忘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2/3的幕僚后来都离他而去，而且这其中大概有一半还写书在骂他。所以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真的很难预料。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当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引发了中美贸易战，你觉得现在第二任上来之后还会有2.0的中美贸易战吗？预期应该是一定会有啦。不过其实我反而更觉得川普上来对台湾没有压力吗？我们应不应该来讨论川普上来他的第二任对台湾的安全、经济、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说要付保护费啊。他说对所有的国家都要征10%，那就包含台湾。你知道我们台湾其实在2023年去年是美国的第7大贸易伙伴，然后呢，我们大概出口878亿，出超来到了480亿。你觉得川普要增加关税会不会针对台湾？而这里面出超的
480亿里面有将近一半是非科技产品，也就是你要付税的。现在大概平均只有2%的税进入到美国市场，如果将来变成10%，台湾还有利润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看在大陆的话呢，大陆已经是被他打了7年了，打了7年之后呢，你看它整个市场的扩大，东南亚变成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来将近1兆美元，欧盟变成第2大伙伴，全球南方更多，美国已经降到大陆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2023年是6644亿的总额，但中国大陆出口5000亿，出口5000亿里面大概有3000亿要被科，这上面所写的7.5%到25%，平均20%的关税，3000亿被科20%，谁在付？美国的机构研究，90%是美国的这个消费者跟美国的进口商在付。好，所以呢，事实上，拜登这次会输在通膨，通膨会不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来自于3000亿的中国商品被多付了20%的税，造成的价格垫高而产生的通膨呢？当然有。所以换言之，而且这些东西表示说是3000亿哦，是美国人一定要用的，不管是民生品还是原料还是这个零件，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这一部分提高到60%，那就不要玩了。这美国的经济不要玩。所以也不是说，当然会有一些厂商中国+1到东南亚去做进一步的投资，这就刚好，因为美国川普从来不重视东南亚，拜登也不重视东南亚。东南亚已经变成中国的整个就是亚洲供应链的环节，所以你看印尼总统上来第一站先是访问北京了。如果现在这个中国+1因为川普的税来更进一步，中国的这个企业更进一步前往东南亚投资的话，那其实只是把中国跟东南亚结成一个供应链一个市场。美国在帮助中国的贸易扩大跟贸易移转，一直都是这样子，现在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台湾自己的问题，这个保护费要交多少？保护费不是只有军购，你这个就是关税也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反而要问的是，台湾怎么面对川普2.0？好，我们请教一下舰长，那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大陆也在准备要全力拼经济，甚至是3箭齐发呢？我觉得关心中国大陆经济的朋友，一定经常偶尔会看到一些非常负面的一些报道。那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网络的节目，那当然他们是绿营的，因为它的点阅率非常高，所以我就进去看，他就是谈中国大陆的经济。那当时的那位专家是大学教授，他在讲了1个多小时的里面，他不是乱讲，他都是有一些数字的。我想说，为什么同样的去解读这些政治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才发觉，到最后我才发觉，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政治的，好比说经济面是好或坏，他可能要参考20个指标，那看衰他的人就抓了这5个很糟糕的，说好他的呢就可能抓了这8个很好的，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去听这些专家讲，你自己都在想，他到底是对还是错？那我就不是专家，我跳到旁边去看。以我这样简单看，我觉得中国大陆我其实不是很担心的。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外汇存底最高，你说一个人家庭会经济崩盘，他们家没钱呐，中国外汇存底最高。第二个，人民储蓄率最高。第三个，他政府最专业，你知道吧？他所有的做财经的是一路上来都是在做财经的，他的政策是持续的，不像我们民主国家的问题在哪？他可能派了一个完全外行的人跑去管交通。完全外行的人跑去跑财经，你看最近又跑了个完全外行的人跑那个金融的那个什么国际金融董事长，3年就不干，这就是所谓民主的缺点，因为他可以找一些不专业的人去做一些事情。那第4个呢，就是中国的内需太大了，所以就是我万一外面遇到挫折，我内需还能够解决一大问题。还有第5个就是它的制造业。是全世界这么的庞大，超过大概全世界50%。一个制造业，你想要叫它垮，那要需要很慢的时间。可是像美国是金融如果要它垮，它可能就在一个黑天鹅，就再来一次2008的这个次贷风暴，它可能就会垮掉。所以我个人来看呢，我不是很担心的。但是我非常同意刚刚杨老师说的一点就是川普这次上来，他这个叫做关税的这些报告，你知道川普对全世界的关税都是在那里。盯着有人说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所有对美国
出超啊逆超最多的国家，他给他排了一个排行榜，哎呀，一直下来，每人就在看我要怎么样对这个国家。我在4、5年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影片，就是说川普在美国在跟好比说德国打一个这个关税战，哇，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个政府当时我在看，哇，这不就跟中国大陆当时的是一样吗？川普眼中没有差异，他就是你只要赚我多少钱，我就要把你赚回来。那为什么？我看了一下，立刻我看啊，哇，2023前10名，刚刚这个杨老师有提到，台湾是双边贸易第7名，对不对？单独台湾输入到美国的叫做出超啊，台湾排第5，分别1是中国、越南什么什么，台湾排第5。所以你知道台湾是一个他上来他会重打的一个对象。那为什么台湾要特别担心？你知道，因为台湾小，不耐打。中国大陆这么大，你夯不啷打了我又有内需，我又有制造业，我又有这么多的储蓄，他耐打。所以我觉得台湾要远比大陆更担心这次川普的2.0。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机会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现在有一些欧洲国家似乎不淡定了，开始有一些动作。首先，我们先带您看到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总统突然跑到了大陆去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习近平跟意大利总统会谈，说中欧应该坚持合作，共赢来控管分歧。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呢，将在11月7号到12号来访问大陆。11月8号跟习近平会谈，也讲到了大陆跟欧洲的关系。那么当时习近平就说了，应该要让中欧的关系展现应有的成熟以及稳定。那么意大利的总统也说了，意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期待跟大陆加强经贸科技的合作，推动两国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而今年刚好是马可波罗逝世的70周年，那么大陆官方甚至在通稿上多次都提到了马可波罗。习近平也喊话，我们应该共同培育更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呀！马可波罗打开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一代代的使者接续的让谱好这两国的友好篇章，树立世界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典范。好，我们带你看到呢，这一次意大利总统的访华行，11月7号呢，当时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还赠送给意大利总统他一个嫦娥5号的月球土壤。那么11月7号的时候，当时呢他是到北京颐和园去参访嘛。11月8号的时候，习近平夫妇还陪他们呢去看这个音乐会。11月9号，意大利总统下午将在北京大学发表一个公开的演讲。那么重点也是探讨两国的国际政治领域的共同立场。而现在川普就要上任了，在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当然现在欧洲就很紧张了。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谁？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说这个世界是由草食动物跟肉食动物组成的。如果我们要继续当草食动物，那么肉食动物就会赢，我们只会成为他们的市场。所以欧洲怎么样？不能再当草食动物了，我们至少要当一个杂食的，又吃草又吃肉，免得成为食肉动物们的盘中孙。他说，我们总以为应该将地缘政治交给美国，把经济成长依赖于中国大陆的客户，把科技创新寄望在美国科技的巨头，但是这好像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川普现在关税人回归了，高盛就吐说这个欧洲大国惨了，因为 GDP 成长可能只剩下一半不到。那么随着川普再一次要回到白宫，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也受到外界关注。其中高盛就预估对德国打击最大，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只会成长0.5%，比先前预测的数值还要少一半。专家认为，大陆呢非常有可能会找到因应关税政策的方法，但是对于欧洲的国家来说，恐怕就是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这个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讲话了，他怎么讲呢？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看。Вот чего в Европе не хватает вот сейчас? Ответ такой: мозгов вам не хватает. Вы знаете, 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глупые, нет. А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шения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полити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к экономике не имеют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好，普京说呢，你说同事跟专家在讨论，这欧洲到底是缺什么？看起来蛮强的，但是他缺了什么才会经济这么烂？他说他们缺的其实就是脑子，不是因为这个欧洲国家的政客他们愚蠢，而是在经济领域上，他们不是交给专家来做决定，而是跟一些毫无关系的一些政客来做出的政策，所以才导致欧洲国家变成这样。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周欧要进行电动车之战了吗？你可以看到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关税的争端，中国说中欧5轮的磋商要取得一定的进展。大陆商务部公告，11月2号到7号，中欧技术团队在北京进行了5轮磋商，就欧盟对于大陆电动汽车的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方案有具体的内容进入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是我们等于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小米 SU7 Ultra 预告纽柏林单圈王电动性能车将重新来洗牌。你可以看到中国小米呢，他们突然在网页上发布了这个性能版原型车的 SU7 Ultra 的这个计划，表示将在10月征战纽柏林，而且挑战全球最速的4门车为目标。你可以看它的预售价是81.49万的人民币。那么中国10月汽车销量大幅的增长，那么得益于补贴跟强劲的需求。那么10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19.6万辆，同期呢比较增长了56.7%。比亚迪月销量再度创下新高，11月全球乘用车的销量可以说是暴增66%，达到创纪录的50.526辆。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韩明哥，你怎么看意大利总统突然跑到大陆去访问？意大利总统到大陆去，当然，因为意大利其实一直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虽然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梅洛尼，已经让他们离开了这个“一带一路”，但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其他的东西。那你看，习近平最近这几年，他对外国的策略就是这样：只要你没有跟我正式翻脸，我对你都很好，我就想尽办法盛大的接待你，然后让你宾至如归，让你觉得中国大陆对你是非常友善友好的，然后想办法争取你的支持。所以你看，他这次还送他什么？送他月壤，那个 NASA 要了半天要不到，直接被打回票，就他就送他意大利拿到了。对啊，意大利拿到，所以我看美国可能会赶快去跟意大利要，给我一点。对啊，可能会去跟他拿，因为意大利、美国跟他要他大概也不敢不给。所以不过这个东西，我想中国大陆送他那个应该是有处理过了，恐怕 NASA 去跟他要也不见得会有用。那只是这个马克宏很有趣，马克宏说，我们不能当草食动物，我们一定要当肉食动物，至少要变杂食动物。其实他的意思当然就是说，要让整个我们不能够再依靠美国、依靠中国大陆，我们要自己起来。可是有这么简单吗？那过去历届的法国总统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就是你法国怎么起来？法国也曾经离开过北约啊。那问题是后来为什么你要回去？因为你独木难支嘛。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其实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肉食动物是统治草食动物，你根本错了。其实，在草原上真正称霸的是草食动物，不是肉食动物。肉食动物只是蹭饭吃而已，好吗？就是这样而已，这是事实啊。你去看数量，是草食动物多还是肉食动物多？对啊，非洲草原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是大象，也不是老虎、啊，对不对？也不是狮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观念哦。那当然，普丁会去嘲讽说，西方为什么会犯这么多错误，是因为他们用了不对的人，然后是因为他们都很愚蠢。可是我必须讲，俄罗斯也犯了不少错误。讲实在话，事实也是这样子啊。你当初乌克兰的局面会搞成这样，难道普丁你的决策没有错吗？你的决策也错误一堆啊。只是西方超出了对自己的自信，超出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实力，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那俄罗斯自己也是这样。那当然，俄罗斯现在慢慢好像重新站稳脚步，可是未来变数其实还是很多。所以我认为普丁也不要太骄傲。其实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还是很艰困。好，那我们请教一下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现在好像马克宏蛮紧张的。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习近平写信给川普的这个内容哈。那其实简单的讲，川普大家都知道，他叫做美国优先。然后呢，习近平说，其实中美之间这个太平洋这个世界这么大，
可以共存，可以双赢。那美国优先跟中美双赢，难道一定是天生仇家吗？如果从美国的建制派的政治人物，跟像是米尔兹罕默的这样一个政治学者，认为修习底德陷阱，大国最后一定会碰撞，产生一战，然后出现新的霸主，这是过去500年来西方国家霸主轮替的这个道理。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有需要去跟你全球争霸吗？目前看起来是真的没有。那因此，美国优先，第一个并不等于孤立主义，第二个，美国优先不一定和中美这个相互的共存双赢绝对的矛盾。我觉得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川普的这4年，我觉得其实双方会不断的试探，看看是不是能证明他不一定是天生仇家。欧洲过去400年来，从1648年真正出现国际体系，到二次大战结束400年来，不都是你欧洲在写历史吗？大家觉得欧洲人写的历史怎么样？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是剥削，是战争呢？战争从欧洲打到全世界。二次大战之后呢，还好因为核武出现了，大国不敢去直接打仗，所以呢就不断的出现代理战争，去消耗他的敌人。现在你看到的是，欧洲不可能再回来重写改写历史，因为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轴。欧洲也是一个分散的。那最主要是，就像马克宏自己讲的，你把地缘政治交给美国的嘛，那你现在不是把经济成长依赖中国大陆，是你必须要依靠它了。现在不是中国大陆，现在是整个亚洲了。那最后我讲这个小米这个小米的部分，你看我亲自到小米工厂、汽车工厂去看过，我看过好几款不同颜色，因为它只有一款车，那不同颜色，它总共有9种颜色的这个小米，然后呢，当场我还想买那个杯子啊，它这个不同颜色涂的那个杯子啊，哇，太热门，买不到，网络上都买不到，当场买都买不到。小米最便宜才多少钱？21.59万人民币。现在说有可能会进台湾的话呢，他们是说大概最便宜的95.6万台币。然后接下来再加20万的这个台币有3款。现在性能款的80万人民币，哇，你想想看，从21万到80万，那就是4倍的价钱。所以它整个里面的引擎所有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才能够去跟全世界做竞争。它走的是国际竞争，打的是国际赛。那小米就这么一款车能够做到，其实你不得不佩服大陆在电动车上的发展。那我们想要来问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要说一下这个小米这个车子，它到纽北赛道去证实它自己的性能哦，我看到的时候是非常的讶异的。什么是纽北赛道呢？在德国，那以前有个 F1 赛车的赛车场，它那个高度差异可以到400多公尺，就是整个的赛一圈转来转去的。更可怕的是，它里面充满了长得很高的那个巨大的树林。所以有一年那个1968年的 F1 赛车比完之后，那个冠军说这里是绿色地狱。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开车，我在一个广场看得很清楚，弯弯扭扭没问题。你旁边全是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弯过去那个后面是什么样子？它都被树挡到了。所以他们当时觉得非常的危险。然后到了1976年以后呢，就不再使用这里做 F1 赛车了，它实在太危险了。但是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制造商，他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车子是最好的时候，他就跑到这里去赛。那这次小米的这个 SU7 Ultra， 它就是挑战这个。对，你这里写的说是10月计划嘛，它已经赛完了啊，现在是11月了，你不要看，对，它已经创下了全世界最快的记录。你别以为这个赛车手好，你要想看加速，瞬间加速，转、扭转、操控。他跑到全世界4门车的第1名，当然跑不过 F1 2门车的那种赛车，4门车他跑第1。
其实呢，在武力之外，我们也来看看文化力啊。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呢，这个欧洲的问题了。川普上任之后呢，其实欧洲也要开始思考一下，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来，这一位来到中方访问的是意大利总统习近平，跟他会谈的时候强调了，中欧呢应该要坚持合作共赢、控管分歧。那也希望呢彼此之间大家可以成熟稳定的来发展关系。当然，来者是客嘛，要送给他个礼物，这个礼物不能随便乱送。您看看他送他什么？他送给他当时这个嫦娥5号从月球带回来的月壤。他说想要展现的就是我们两边的航太可以有高水准的合作。这个东西呢，其实先前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是科学送计划报告说拜托选我们，给我们一些月壤。好，现在呢他主动的因为你来访，我送给你，希望我们彼此能够有航太合作。那意大利当然也很上道，他送的是什么？他是返还了56件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来看到这一些呢，通通都是当年呢流落在外的。现在意大利呢将这56件中国的文物艺术品给返还。那在里面呢，人民大会堂的展出8件里头说，其实有很多都是意大利返还的中国境外流失文物，5000年历史现在通通还到中国。那这当然呢，对于中方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意涵。中欧之间其实是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道路的。但您来看到的是，譬如说啦，不同的命题嘛，基建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中方它有很多实际上面的经验，以及它现在在资金上面啦，在人力上面啦，在机械上面啦，它确实在基建这个领域是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欧洲这边呢就决定了，什么欧盟出资啊，中企来承建。当地人也说，当然好啊，毕竟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跟美国要推出一个全球门户基建计划吗？要抗衡中国。但3年过去了，很多项目呢基本上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动起来，所以也希望呢说这一些能够在这个时空背景的转换之下能够再动起来。而至于啦，美国跟中国现在川普上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圜之地？欧洲经济上下很明确的就是因为俄乌战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落后于美国。那如果说原料跟战略技术呢对中方的这些依赖性也增加，那他们也很担心两边要是都没有的话，他们会不会缓慢死亡？所以马克龙才会跳出来呼吁大家不要做草食性动物，我们要长出牙齿，我们不吃别人就会被人家给吃掉。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欧洲现在会走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呢？习近平呢现在跟川普通话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开始在讲，习近平呢，其实他也在调整一下他的讲话方式。比如说啦，这一次的贺电里面，他就没有那个不冲突、不对抗的字眼，他就直接告诉你，和就是两利啦，斗就是俱伤啦。那另外呢，着眼于未来，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发展，符合国际期待。再要来说的就是加强沟通。好，这里面呢说意味深长的话语头，要告诉大家，更焦虑的绝对不是中方，而是美方现在是不是很多东西其实要靠中国呢？比如说啦，现在如果你要再打贸易战啊，原因是因为传出赖海哲，也就是当年他的政府里面蛮这个忠实的关税代表，第一任那时候发动贸易战，据说就是受到他的一些启发，现在有可能会让他来回任美国的贸易代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表示你那个60%对中关税就真的会成真，不是竞选语言。但是美国国内已经有厂商，这是做防晒霜的，就讲说我们原料真的只能靠中国，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我们成本一定会大幅增加。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各行各业可能也会有所谓的通膨增加等等的问题。但您来看到的是，这个人呢，他现在因为跟中方也很好，跟美方也很好，所以知名度一直在飙涨，股价也一直在涨。特斯拉现在呢又在涨了，飙涨8.19%，那当然也让他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目前在
股市上面的交易其实也很热，所以呢 ，Financial Times 就直接警告了，小心会过热，甚至呢有专家直接讲，小心会通膨死灰复燃。毕竟他们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稍微控制住。那如果这一些呢他都能够做到的话，也许川普他就真的会有一番新的局面，因为他已经上任讲之后，他讲说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把非法移民通通赶走。那换句话说呢，是不是墙又要再盖起来了呢？而民主党这一次确实输个腾口，所以这一位呢被认为下一个共主 Newsom， 好，他已经回呛说他做好战斗准备。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也不知道，因为呢，毕竟现在在美国国内确实这次选举是已经选到了两边完全对立，但是问题是国家大事还是必须合起来商量的。就想请教一下帅将军，如果以战略上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意大利总统现在访问习近平，习近平说要合作，而且他送给他的是月壤啊。这个礼轻人物重，情义重0.3克而已，0.3克啊，真划得来啊！那么采个1-2公斤下来，可以送好多啊。所以这个问题有没有看大态势？这个川普上任最感觉到恐惧的是欧洲，欧洲经济已经很不好，很不好。显然，川普要走这个孤立主义，要你交保护费，经济不好要加保护费，还要加关税。那我请问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办呢？欧盟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各个集体的组织，松散的。那每个国家的利益又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要自己找出路了。来的第一个是意大利啊，你看马上德国、法国都要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美国的高关税、保护费下，你的产品要不要出去？你需要的东西要不要进来？所以意大利跑到中国来，因为意大利上次得罪中国啊，一带一路它第一个断的，那现在要不要想办法恢复啊？送这个彩陶很有意思啊，大家说中华民国的中华的文化是3000历史，是因为有文字的那个才算，彩陶是可以肯定你5000年来就有了，所以你像5000年文化，仰绍文化就承认中国的历史可以到达5000年，当然这个东西。礼轻也是人有情义重啊。那欧洲现在面临的困难就是说，川普高关税、保护费，每个国家就要思考他未来要怎么做了。你到底是要依赖美国呢，还是要自己自立呢，还是要跟中国拉上关系？大国博弈啊，有人小国家要玩两边的跷跷板，从中取利。现在如果说你欧盟在制裁中国大陆，大国不理你，给你反制，美国收你的保护税，收高关税、保护费，你是驼子摔跤两头不扎边呢。所以现在最惶恐的不是中国大陆啊，最惶恐的是你欧洲这些国家何以自处，何以求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马克宏讲了，不管是草食动物、肉食动物，你有那个能力吗？当年梅克尔主政的德国有钱，法国有军备，还勉强可以做点事情。现在德国搞得一塌糊涂，法国自己马克龙的位置也不稳。西班牙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西班牙说我的利益在中南美洲，我不必跟你们走同路。所以将来我可以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欧盟。你要站在川普的想法是什么？各位要注意啊，他只干4年了。他4年开头把移民赶出去，他可以做，他不一定全部赶得出去，他至少很容易做。高墙一竖，把人遣返。第一张兑现支票出来了。是。第二个高关税、保护费可以收到一大批现款，每个国家把钱弄过来，对不对？然后逼着人家产业回来，这是第2张选票。第3个，我调停了俄乌战争。现在就让纳坦雅胡拼命打，反正是你拜登任内的，活该，跟我没关系。我把全世界2大战争的点呢，包含台湾啊，台湾也在我的这个支持下不会老共不会打，他不是变成诺贝尔奖金了？和平奖，这全世界最大的几个火药库嘛，他能够解决，他声望很高。虽然我们也不喜欢川普，你能阻挡他吗？4年，就算你高通膨回来，
我已经下台了，烂摊子，袁教授你来付好了。换我讲了。对，好，来请教一下吴老师，你怎么看？川普上台，他会有许多经济上的作为啦。当然，关税我们刚才讲关税，他对他有关税，他可以降关税，可以这个所谓的促进，他也可以讲要美元要贬值，而且要松动它的管制。有几个我们来分来讲。关税关税我们讲到这个赖海泽是他我们讲第一任时候的关税大师。那赖海泽他是一个非常保护主义的，他认为美国过去的贸易政策跟贸易协定是不对的，因为他让很多工作机会、还有就业机会，甚至利润都被外国赚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美国优先他跟川普是同一个同一个样子，要让订单重新回到美国，最主要要让中西部跟铁锈带人民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他觉得美国的制造业薄弱然后把这些制造业机会让给中国是可耻的大海是这样的。所以呢，美国要专心自己的利益，不要把利益分给别人。所以他就跟川普讲说，你用关税，就用关税10%、20%，跟中国一般国家10%到20%，跟中国你要60%但是各位观众朋友，这60%什么概念有一个厂商叫我们的这个专门做这个 sunscreen 这个防晒乳的这家公司叫Edge World Personal Care Edge World Personal Care。如果大家去美国知道那个 Banana Boat 这个香蕉船，那个市占率很高的都是他们家出的。然后吉利刮胡刀也是他们家出的。Banana Boat 是非常市占率很高可是它里面有一个化学成分是中国，而且只能从中国进口。当然他们这个老板叫 Sullivan 就没有说那个化学成分是什么，但是说这个呢是不可取代，他不能去找别的国家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川普他们现在课25%的关税了，对这个化学产品课25%。他说如果川普当选要调到60%，那势必我们整体的这个 sunscreen 的这个成本要拉高一瓶那种小瓶在沃尔玛现在卖287块台币了，那如果你从25升到60%你到底要不要转嫁给消费者？那当然有一说，他们说现在不会调整价格，但是未来有可能会调整价格所以在关税的方面如果你以课10%的关税，彼得森研究所认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费一年会增加$2600，甚至可能到$6500都有可能。一年的生活费增加，通膨会增加，股票会掉10%，有可能就是你增加关税涨10%，股票可能会掉10%，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关税并不是，当然关税很有万能但是它不是全部。所以为什么拜登执政的时候，那时候戴琪说，我们干嘛一直磕中国大陆内衣跟脚踏车的关税？那磕下去，我们东西都涨了。所以其实关税你要适当去使用。就如何灵活使用，重点是苑老师要让百姓活得下去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政策都是矛盾的了。欧洲的政策也是矛盾的，然后这个美国川普的政策更是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欧洲本来前一阵子意大利还带头退出一带一路，现在的话呢，就是英国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他们在投票的关税的时候还支持要加征关税，自己的总理都跑来了。欧盟快结束了，你知道吗？他们自己欧盟本身都没办法一致性行动真的是很浪费我浪费10几年时间住在欧洲就是失望到极点了就是我现在要强调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关税的问题美国的关税根本就不可能制造业回来。大家知道关税本身的话呢，你要调整美国为什么制造业不会留在美国？因为他用这种纸张用印出来的美元跟你直接换牛仔裤你在那边辛辛苦苦做牛仔裤比如说$100美金一条牛仔裤的话呢，它印个纸本钱是0.02美元的情况下来的话，因为现在关税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美国欠了35万亿你知道35万亿是什么概念？35万概念是我跟燕怡今天晚上买乐特中了1000万以后，我们要连续中1000年这个就叫35万亿美元你开玩笑你怎么还得出来了？美国本身之所以制造业离开的话，我那天跟那个 ICRT 的一些那个美国人在聊，我说你多久没有买过美国制造的牛仔裤了？他们一想好像没有买过。这美国人不可能连牛仔裤都做不出来，还乱加关税，你自己本身的话呢会导致所有转嫁到这个消费群众上来讲就是通货膨胀嘛。另外的话呢，要驱逐非法移民也是非常矛盾的。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生活过得好？美国的厕所谁扫？美国人饭那个 taco 是谁做我告诉你，移民有个规矩，第一代移民最勤奋，我们3个都一样。第2代移民一定懒惰，
啊，为什么呢？真的安安稳稳，等到要投票的时候就开始闹了。现在前一阵子刚不久，美国的纽约市的海港工人罢工以后，怎么解决的？每个钟头64块美元解决的。你算了看，我这算了不得了啊，相当于每个工人一个月的薪水就是20几万啊，不止啊。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请问大家，美国的生活贵成这个样子，然后欠这么多钱，有很多东西的话呢，你不用这些非法移工，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说起来很残忍的，要千万不要。当然，川普讲把所有的非法移工都当成了罪犯啊、贩毒啊、杀人啊什么的，都干不良事业。但是我坦白讲啊，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消费上的舒适的程度的各方面的情况下的话呢，你会导致于它要发生的过程当中，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会结束，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自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啊。美国光是海岸的工人里面就是要64块每一个钟头，那扫厕所的话，起码也要50块啊。那还得平均外面只有17块一个钟头。不是啦，我跟你讲，他就是用非法劳工的设计，把一块7毛钱他都干。是，就是了解这个道理嘛。但其实确实经济是一门大学问，就是动辄得救。你担心它钱太高，但是你的人的这个部分，你必须好好来处理。那经济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上面的实力。但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川普就是很直白的告诉你，我们生活这么差，到底为什么我们的钱要拿去那么远的乌克兰去帮助他们呢？而且目前看起来就不会赢，对吧？好，川普胜选后说是有跟泽伦斯基通话，你知道吗？他的最爱马斯克也在其中。乌克兰高层证实了，说呢，川普讲一半还把电话交给马斯克，造成马斯克跟这个泽伦斯基有短暂的交谈。马斯克先前是怎么讲的？马斯克先前是讲说，哎呀，普京根本不可能输掉战争，他反对美国继续军援的。所以你想想看，他跟泽伦斯基讲电话找马斯克来，这不就是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了吗？好，川普现在计划是什么？迅速达成和平协议，停战。停战的话呢，泽伦斯基讲的，那你要公平哦，我们不是只是求快而已哦，我们希望要一个公平的结局。那克里姆林宫这边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一直以来目标维持不变，就是特殊军事行动，我们要做的一模一样，没有改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想要赶快来调停，是不是就要开始有新的战略传出啦？如果说川普他认为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联合次要敌人攻击主要敌人，也就是启动联俄制中，甚至在这个时候还刚刚好，属于在这个弄俄乌战争的时候，像普京这边先来个投名状，然后呢说我们一起来对付北京，是不是某些层面也是符合俄罗斯的战略需求呢？这边就给他打了一个问号了啊。原因是因为呢，拜登政府现在当然他也很理解川普他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做法，所以什么都要快。以前军事承包商不能进去，现在让他们进去，修 F-16，修爱国者防空飞弹。那欧盟这边也开始在准备，川普呢如果不给钱的话，我们要不要自己单独的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冯德莱恩则说了，突然在这个时候讲说我们考虑用美国的天然气取代俄罗斯，大家就想问，所以这个是想换吗？还是什么意思呢？战争都打几年了，快3年了，你现在才想说我要用美国的天然气取代俄罗斯，在川普上任即将选上要就任的这段期间，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目前乌克兰这边3个战线是危急的哈，2年多来呢，俄罗斯发动了一个最大的攻势，说大概有1万名的乌军被困在了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库尔斯克在这里，它其实就在苏梅的上方，也就是在乌克兰的大概西北方。俄军呢慢慢的紧缩，包围了这1万名的军力。好，除此之外，冬天即将来临，所以现在要打真的必须要快。他们也尝试的突破了卢甘斯克的一些边境。我们先前一直在讲了，说呢红军村在上头，然后呢这个库拉霍夫会是下一个目标，也是这个月的第1个重点。因为呢，他目前希望拿下的红军村这边呢，就是所谓的5条公路跟铁路的交汇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要塞。那它就是上下，它都给它包夹起来。好，因为上面呢，我们讲的库尔斯克这边呢，他们也持续的在围，那上面围，下面围，希望这个边能够
能占多少就是多少。毕竟10月他们光在这个库拉霍夫的方向就占领了321平方公里，然后呢，也在旁边的这一些城镇里头占了53点多平方公里、46点多平方公里，拼命的往前冲，就是要赶在时间点的这个上头，甚至军力不够怎么办？普京现在这个真的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有前委员曾经提过这样的想法，晚上啊切网路啊、关灯啊、用爱发电。现在他说呢，也要设立一个性部门，说鼓励大家生小孩，甚至呢，如果你在家顾小孩的话，国家还会给你钱。我不知道说我们是不是之前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发想，还是他的发想来自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呢？请教一下将军，你怎么样来看？不要讲啊，他这个少子化的这个错还是有利措施啊。你夫妻回到下了班回去还在打网络，还在打游戏，哪有时间生孩子啊？第二个，不生孩子主要是养不起，教育费跟这个辅导费，俄罗斯给了，你们可以全职在家里面辅教，所以双管齐下啊。以前不是讲吗？在火车铁道旁边的住户生的小孩比较多，因为半夜车子一过就吵醒了，所以这个是小事啊。这个今天这个战局啊，很早以前我就讲了，这个越是到乌克兰撑不下去的时候，俄罗斯一定拼命扩张啊。对啊，我一定要拿到很有利的战略缓冲区，拼命打。将来在调停谈判的时候，我还可以缩一点啊。我现在占得多，我可以将来缩一点，那就达到我的安全顾问。他为什么普丁要强调我并没有改变我特别行动的初衷呢？你解除你的武装化，不准加入北约，这2条可能也在谈判里面俄罗斯的要求。伦彻斯基从以前讲，全部把土地还我，不可能了。现在说要公平，什么叫公平呢？那为什么在这个库德尔这边呢，他就是抵死不退呢？那边原来是2万多乌克兰军队，现在打了只剩1万多，而且被3面包夹。3面包夹，这个红军村的5条路啊，其实已经被炮火给封锁住了。这个你的交通线已经在人家空军轰炸范围、飞弹锁定范围、无人机范围、火炮的范围你补给线出问题了。所以你看到2个现象，一个在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要交换弹药，你的炮弹打光了，你那边炮弹比较凶，要把我的炮弹调过去，我这边需要火箭，你要把火箭调过来。乌克兰的军队是全国是8国联军呢，有英国送的，有德国送的，有法国送的，有美国送的。这个每个国家的炮弹口径不太一样，这个弹药能不能适时适地送到该用的单位，就是一个大学问。现在在被困的状况之下，这个情形已经很危险了。偏偏军方的凡是有军事常识的人，打不赢我就要退啊。对，我要把这2万人留到将来在别的战场还可以用。因为政治上的考虑，我将来和平谈判的时候，我有一块占领俄国的土地，换我乌克兰被你占的土地，所以那个女监军呢，就是不准他退。这个也就造成乌克兰的士兵大量伤亡，而且士气很低落。这个军人会想，我这个就是必死之地嘛。对呀，你把我飞在这里当牺牲品，只为了你的政治号召。所以这个问题士气会更低。是，所以我们看从现在到拜登上台，到明年1月，俄罗斯的攻势更猛烈。是，好，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等等回来继续来聊。我们讲到川普选上之后，现在有没有可能联合次要敌人打主要敌人？请教吴老师。我们刚才讲川普这个人，他是很重视利益，商人嘛，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得失计算之后，他才做这个决策。我们讲理性决策就是这样子。你在做任何决策，包括战争，你要打仗，你要会计算，你要你的成本跟你的我们讲 utility 效用加成之后做决断，你才会打仗。他觉得战争对他来讲都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他不会做，他自己讲的。所以他说我16年到2020年，我任内没有发生战争啊。对，
拜登你当总统，你全部都在你任内打仗。他辩论第一场那时候还是跟拜登辩论的时候说，我任内都没打仗啊，就你任内打仗啊，打仗打成这样子哈，所以都你的错。他这蛮有道理的哈。那泽伦斯基呢？那现在泽伦斯基头抱着烧啊。对啊，当初我也是听你的，然后我们就这样跳进去了嘛。你现在而且你也不断拜登不断给他军援嘛，超过500-600亿了。今年又给了陆续4亿美金，给了3次，好几次。给了很多炮弹，给了弹药，然后之前有一个法案900亿，美国参议院过了900亿的援助法案，里面有600亿也是给乌克兰，对，可是泽伦斯基做只拿到1/10，剩下都不然没有来。他现在有说要加快给的啦，快给了哈，还没全部拿到。那川普上任之后，那些东西要不要给完？那给完之后会不会有新的？那川普会有决定说，那中战原则是什么？乌克兰你要不要先想想看啊？你要怎么样决定你这个来谈判一下？我不要再打仗，我也不要再花钱了。其实川普他不太想花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那他不是只有乌克兰，中东也是。中东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中东问题是这一次贺锦丽掉选票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这个贺锦丽又要一方面讨好这个犹太人，犹太的这个联盟，一方面又要照顾，又要说我要支持阿拉伯黎巴嫩。密西根州是这个有阿拉伯人最多的，这一次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选票，他少了5%，贺锦丽少了5%。那边有个城市叫 Dearborn， 在底特律旁边，选票足足少了一半。那阿拉伯城市根本不想投贺锦丽。问题是，川普上来他还是要解决中东问题。因为大家也在等着看。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所谓全球主义或者战略退缩或者这个孤立主义会很明显的会再回来。自由主义可能会消失。好，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岳老师总结了。自由主义可能会消失。节目最后，请岳老师总结。不好意思讲总结啊，但是觉得我这个事后的话呢，大家问我说是川普当上了美国第47任总统以后呢，谁最倒霉，谁最害怕啊？那么排名嘛，那第一名的话呢，当然是泽伦斯基嘛，对不对？毫无疑问的嘛。那今天看得很明显，他跟川普打电话，川普接了他的电话，没错，但是一下就交给马斯克。马斯克的立场是最残忍的，就是说你根本都没希望，你在开什么玩笑？好了，川普把这个实话说出来。然后第二个倒霉的话呢，就是这冯德莱恩的。冯德莱恩的话呢，就是带头的拍美国马屁，拍成今天这个结果。那整个欧洲，我们刚刚提到过啊，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也不认为冯德莱恩具有任何的领导能力啊，也不听他这一套啊。然后现在的话呢，马克龙倒是说出一句话，就说我们以前都是素食主义，现在我们要开始吃肉了。他一说的非常清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如果川普一直不断的在威胁欧洲的话呢，欧洲的话呢，就是开始放下心理想法。因为就我的判断啊，如果说他们愿意问我的话呢，我觉得普丁没有那么恐怖。普丁跟斯大林还真的不一样啊！普丁没有那么想要扩张，因为普丁曾经3次想要加入北约，都获得了失望的结果。